大家好，我是背包狂人军规户外的创办人 Terence。抱歉，以前一直没有好好的自我介绍。以前的工作让我习惯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追踪我们比较久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我们以前的照片，上面的脸跟人。很多时候都是打马赛克的。好，我试着去改掉这个习惯，然后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东西，然后可以去拍一些更有知识性的影片。好，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稍后我会来介绍一下背包狂人他是怎么来的，然后还有他的理念还有故事。从我以前的工作开始说起吧。先不论打工或是短期的工作，我第一个比较长的工作是摄影师，再来我做最久的工作就是军人。但很幸运的是，我从进入部队到退伍，总共5年多的时间我从头到尾都是在特种部队。虽然说时间看似很长，但是其实光是在训练和选拔就已经超过1年以上的时间，淘汰率非常的高。从部队自愿来的60个人当中，到最后结训录取的人只有4个人。我们所学到的技巧当中上山下海是最基本的。就比方说我们去爬山，我们身上所背的重量可能是一般登山的2到3倍，我们平常背大概就是在40-50公斤以上，不包含你的武器或是防护措施。所以当我们背很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怎样走对我们的身体是不会伤害的。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自己，并且是要快速的去完成某一些行程。再来水的部分，最常下去的就是海边，不管是有器材的没有器材的，或是用特殊器材去做潜水的，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大家可能在电视上可能看过，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双手双脚被绑起来丢到水里面。对于这个训练其实它是我们最轻松的训练之一，那更不用说其他复杂的训练。所以上山下海这些技巧基本上已经变成我肌肉的记忆。对于这些东西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我的兴趣。转换之下，如果用户外的方式去叙述的话，叫做登山，叫做溯溪，叫做潜水，叫做攀岩。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户外的技巧，但是其实跟军事是非常的相关的。所以卸下军人的工作之后我第一份工作就是专业的背工，然后渐渐的变成一个登山的领队。这段期间大概也在2到3年之间，所以背包狂人这间公司也在这段期间慢慢的生成。从在部队开始到登山的向导，有一个东西绝对跟我离不开，那就是背包。而且我们的背包是非常的大，超过100公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logo， 它就是一个人背着一个大背包在跑步。那以前我就是背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背包，然后也没有车子，然后我们就是坐捷运的时候，背包的顶带还会顶到这个门。大概好几年的光景都是一个大背包，然后背着，然后到处去工作。因为爬山嘛，有的时候要去台东，有的时候要去花莲，有的时候要去屏东，有的时候要去南投，到处去。那怎么到后来会变成销售这个东西呢？因为非常的简单，我们从特种部队的时候，我们身上所穿的很多的东西，不管是背包，不管是身上的装备，很多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去买的。在买之前，我们会特别去做研究，开始使用。那使用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从最简单最便宜的东西开始用到稍微好一点的，再来用到中阶的，再来用到顶级的。所以当这些东西累积下来，背包、帐篷、睡垫、睡袋、衣服、雨衣、雨裤、炉头，有的没有的，非常多的东西，这样累积下来，我发现我家里有一整层全部都是装备，全部都是这些相关的东西。所以一旦有这么多的东西，我就开始把东西放上网，开始一个一个去做拍卖。那这些东西其实不是为了要盈利，只是把我自己多的东西上网卖，把它卖掉而已。但是当我们卖到后来，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同好，他们是也很喜欢这些装备，所以变成到后来非常多的朋友，他也希望我们从国外一起把一些好的东西带进来。那我们所用的东西有一个基础，就是军用的，不管是美军军用的，或是欧洲的部队所军用的，它的品质非常的好。再来就是设计的细节非常的多。那我想这个也是大家会喜欢军用东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东西非常的耐用，再来就是功能性非常的好。军用的东西跟户外的东西是非常密切的。
很多的技术其实是先研发给军人作为使用，才慢慢的把这些技术转移到户外、到民间去做使用。就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的 Gore-Tex， 它就是一开始研发给美军去做使用，防水的，但是可以透气，这就是一个户外用品的一个经典。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来自部队去研发出来的，所以军规户外它其实是非常的好去做融合，因为它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当我在登山向导的这个之间，我们同时开始了网拍的系统，因为大家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透过一些美军的同学，慢慢的把一些东西引进进来，透过国外的经销，把一些军用的东西进口到台湾，所以这样子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喜欢。到后来我们开了第一间店，那这个店非常的特别，它是在我们家的院子前院所放了一个小仓库。那这个仓库其实大家常常看得到，它就是在 Costco 你可以看到的这一个塑胶仓库。好，我们来看照片，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第一间店，比车库还要小啊，但是它却塞满了整个，包含了衣服啊、背包啊，所有的东西全部塞在这里面。但是每一个东西都是非常的稀有，非常的昂贵，所以一些老朋友啊，应该看到这些照片会觉得很有趣。这个照片也不过是在2-3年前而已。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是采取预约制，你必须要预约才可以来进到这边来观赏这些装备。慢慢的，我们这间小店面已经不够用了，基本上这个小店面就只有1个人到2个人可以进去看，因为实在太小。所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负荷不了了，我们就开始找新的店面。那这个店面，因为我们资金有限，所以最后我们选的位置是在台北市中山北路1段这边，我们在真山街的一个小巷子里面。这个小巷子连车子都进不去，我们租了一间大约15坪左右的店面。但是当时候对我来说，它已经非常的够用。在巷子的这个店面啊，虽然它没有这么显眼，但是其实我们在这边经营得很开心，因为至少有一个正式的店面。当我们有了正式的店面之后，我们在商场上面开始遇到了一些事情，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就比方说，我们以前卖最多的 Mystery Ranch 这个品牌，虽然我们卖了非常的久，甚至在代理商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网络上贩售了。但是到后来台湾有代理之后，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品牌，甚至他的创办人过来台湾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他的活动。台湾开了第一间旗舰店，我也是很喜欢去这边买东西。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去跟 Mystery Ranch 的代理商要求经销权，一直被拒绝。所以我们甚至是到这个代理商的旗舰店，我们去买原价的商品，回到我的店里之后再分享给大家。我甚至可以不用赚任何1毛钱。但是有一天，我去了这间旗舰店，我拿了很多我喜欢的东西，当我要去结账的时候，居然被店员告知，老板说不能卖给我，因为我们有店面，我们居然连买这个东西的权利都没有。甚至我有写 email 去问他们的老板，截图也在这边，他们的回复是就是不愿意卖给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感到的是非常难过，因为我对于这个品牌其实是非常的喜欢，那我也愿意去分享给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很纯正的军规的品牌。那是一件蛮挫折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一直被阻挠，因为跟美军的朋友有密切的联系，那这个品牌它其实有公发给美军的特种部队使用，而且非常多的背包都是特殊的版本，因此我们很多进口进来的背包其实都是从部队现役的人员手上所拿到的。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点，我们的商品是真正军规在使用的。除了这个军用的品牌，那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很好的军规品牌，一些小品牌，一些非常特别的小工作室，我们慢慢的把好的商品慢慢引进进来。在这个巷子里面的小店面，我们经营了大概1年之后，我们也找到了大马路上面的一间小店面，一样又是小店面，但是这2间店面非常的近，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成了1店跟2店2间店面在经营。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路过的客人他可能都有看到这个招牌，就慢慢的认识了我们。在第2间店面开始之后，我们开始经营，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大家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们店里有非常多的品牌，有一些品牌是跟台湾的代理商进货，经销在我们的店里面。其中有一项商品，我们开了一次预购的项目，那是一双军靴。那这个品牌其实是欧洲的一个品牌，在国外的部队，大部分人使用的就只有黑色跟囊棕色这2个颜色。我们亚洲地区，尤其台湾，我们这边部队所使用的鞋子是军绿色的。我们跟台湾部队拿了一双正统的军靴的样品，我们请代理商把这双军绿色的鞋子寄去欧洲打样回来之后，我们拍了一些照片，我们做了一系列的预购。那这个预购其实当时效果真的还不错，也谢谢这么多人的支持。但是预购大概收了有600双的军靴，那这个军靴我们把这个数量提交给了代理商，大约过了1个月之后，我们就收到了代理商寄来一张通知书，他要跟我们解除经销的合约。那这个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纳闷，我们的经营都非常的正常，为什么会突然有一个解约的这种东西？当时我所最在意的是开的这个预购，这600双鞋子有没有办法给客人？那我也是透过电话跟这个代理商的总经理货到之前，不好意思，你钱汇给我，我货全部出去给你联系。他在电话当中所让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要拿到这600双鞋子，我必须要一次把600双鞋子付清，他才愿意把这600双鞋子出货给我。这跟我们先前所签订的合约是完全不同的。有在经营公司的朋友可以知道，这样子的行为是非常的没有信用，因为所有的生意往来其实都是按照合约在走，而不会因为一个新的订单而去改变了整个合约的内容。就是用一个非常恶劣的手法去让你没有办法进这笔货。因为600双鞋子一双4000块，大家可以想象，你要一次掏出200多万，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正常来说，都是商品到我们手上，我们开支票给代理商，我们有一个30天的时间去做销售，这也是合约内容的其中一项。这个内容直接被打破了，因为他不想卖给我们。这个订单等同是取消了，但没想到隔了几个月之后，我们跟这间公司已经没有再经销的合作了。结果这间代理商他自己把这批货进来台湾，自己卖。那这间公司就是陈州，帮我消音一个字。经过这次的事情，其实我也学到很多，我们也很感谢那些让我们遇到挫折的商家或是公司。我其实要跟你们说谢谢，因为你们让我成长。在这个事情之后，其实我们很多的品牌，我们开始自己进口，我们联系工厂，我们去制造一些比较特殊的产品。第一个是我们把取得的价钱压低了，我们商品价格就把它降低了。第二个就是它的设计，我们可以去控制。第三个，我们也可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其实从开店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事情真的是大家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店家，但是我们总是被大的公司去欺负，不管是在背后的或者在正面的，常常遇到。现在公司搬到了西门町，大家所看的图片这一栋，我相信我们一直在进步，不管是商品，不管是店面，不管是人员的服务品质，除了商品以外，除了服务以外，我们现在开始回到我们真正热爱的户外，我们要去户外做一系列的介绍，做一系列的产品的开箱，做非常多知识性的影片，也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之后大家可能常常可以在我们的频道上看到我，那我也是非常热爱户外的这一块，热爱装备这一块。那我会用现有的资源去让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参与户外，走进大自然。